前一支影片，我们最后离开了黄刀镇，再次抵达温哥华。我们在温哥华其实只有预计要入住1晚而已，其实只有1天可以跑一下市内的景点。正确来说是半天，因为我们是中午而已啊。幸运的那个时候，天就已经准备好，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入住。其实那时候就开始发生一个小状况，就是我抵达温哥华之后，我开始觉得头蛮痛的，加上当下的天气其实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饭店先稍微休息一下之后，才出去景点走走。那我们主要就是只去了，格兰维尔岛和北边的煤气镇这2个地方。问景吗？那因为是中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先去了格兰维尔岛的市场。其实我觉得市场很有年底的气氛，虽然那天天气不是很好，但是游客非常多，马上就看到乔达农场排得好长。蛮推荐格兰维尔岛里面的乔达浓汤，是我们这次在美加之旅吃到最好喝的。调味也好，咸淡也好，浓郁的程度也好，应该都是这次喝到我觉得最不错的。那除了乔达浓汤以外，其实市场内还有许多热食可以吃。我们就有买了一片6.5块加币的披萨，里面的店家各式各样的，什么都有咖啡店就好多家，然后热食的话也是各式各样的都有。除了披萨类的话，也有看到一些亚洲食物的。那因为就是他们的传统市场，所以其实除了这些热食以外，蔬菜啊、水果啊、肉类啊，都还蛮多的。然后格兰维尔岛除了乔达浓汤有名之外，它有一间里的甜甜圈也非常的有名。它排超夸张的，刚好是在靠出入口的部分，所以对我一直排到外面。不过还蛮快，因为大家都是买了就走，队伍看是很长，其实不会排很久。然后我们这次是点了巧克力甜甜圈和一般的口味的甜甜圈。那整体来说口感非常松软，它的巧克力也很浓郁，可是甜而不腻。市场逛了一圈之后呢，我们就前往了下一个景点煤气镇。照理说应该要好好的沉浸在这样子的氛围啊街景里面，但是在那边看到了超级多的纪念品店，而且每一家都做的超可爱，超级好逛。不管是衣服啊、玩偶啊，或者是有那个加拿大枫糖饼干，通通都买得到。感觉是一个会让人有失心疯的地方，对，会伤荷包的地方。气镇的话，它最有名的就是在街道上面的那个煤气时钟。在煤气镇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另外一家里的甜甜圈，那边就没有人在排队。那虽然没有看到表演，但是我们后来来到一家还不错的冰淇淋店。我们这次是住在温哥华的 Holiday Inn。那之所以会选择这些饭店的原因是，因为不想要花钱
所以就决定用 IHG 的点数来预约。然后虽然是年底12月30日入住，但其实所需要的点数不多，所以整体来说还蛮划算的。到了晚上的时候，选择在饭店附近徒步可以走到的一家 Oyster Bar，一个卖着各种海鲜的餐厅。那因为它是一间以牡蛎为主的餐厅，所以它有蛮多种世界各地的牡蛎。比较像是主餐之前早一点去吃的一个地方。喝的话，我记得好像喝的酒当然也蛮多的，酒为主，软性饮料比较少一点。对。原本是只有我不舒服，到隔天之后呢，老公也开始不舒服。因为这天我们预计要前往美国西雅图，所以在吃过药之后呢，我们就出发到车站。这次我们温哥华到西雅图选择的并不是搭飞机，而是选择搭巴士。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从市区到机场的交通，然后包含搭机的时间等等，其实跟搭巴士相比是差不多的。然后巴士又比较便宜，所以我们就选择搭巴士。巴士是早上7点20出发，不过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的手续，然后再加上需要过境美国，所以我们其实大概在1个小时前就到了车站等。对啊，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应该可以不用那么早，没关系。只要你一开始美国的签证本身有申请好、填好入境卡，就可以等着上巴士就好了。这次是搭 FlixBus， 然后价格是单程30欧左右。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既是一位女性，然后她很严格的要求大家不可以先把行李放到车上，一定要给她看过护照，确认过没问题以后，行李才可以放到车厢内，人也才可以上车。温哥华出发1个小时之后，就会抵达美加边境。那边会有一个入境和行李检查的地方，通过之后就算进入美国了。通过检查站之后呢，就大概过了3个小时多，才会抵达西雅图市区。这时候发生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呢，超级想上厕所。但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其实 FlixBus 他们是所有的车都有 WiFi 跟厕所的。一直到快要下车前，我才发现到有洗手间这件事情。右边吗？然后抵达西雅图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到饭店去办入住，毕竟拖着一个大行李也是蛮麻烦的。那我们这次住的是 IHG 集团的金普顿饭店。那在西雅图里面有3间金普顿的饭店。那我们这次住的是比较靠近派克市场的。在跨年夜当天能够用点数免费入住，真的是帮我们省一大笔钱。你在入 check in 的时候跟他讲什么拿到的小礼物？因为在入住之前，我有发现金普顿刚好在做通关密语的活动，然后他就送给我们1人1个小礼物。进入房间之后，但是剩一个小小状况，就是我们的暖气是没有办法用的。然后打电话去问，就是这不是短期间能够修好的，然后再加上入当天其实是几乎满房的状况，那只能先提供小小的暖气机给我们用。
那中午的时候呢，我们来到港边吃海鲜螃蟹大餐，可以用非常豪迈的方式吃海鲜大餐的地方。与其说是拼盘，不如说是一桶海鲜，调味好，然后通通都拌在一起，倒在你面前，直接摊在桌上。虽然想要就是在市场再继续逛逛，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身体好像慢慢开始在发烧，越来越不 OK， 越来越严重的感觉，所以就 Google 了一下，决定去买美国当地的感冒药吃。就是饭店借给我们的暖气机，用一用它突然会跳电。那后来饭店就帮我们换了一间比较大一点的房间。12月31号，我们的跨年夜就一边发烧一边吃着感冒药，还有超市买到的泡面，就这样度过了这一晚。那隔天早上，那为了补充体力，我们当然是有下楼去吃早餐。是金普顿所提供的早餐，可以说是我们这次美加之旅里面最丰盛也最好吃的早餐之一。原先以为我们吃完早餐之后，应该还有稍微有一点体力可以去逛逛，结果大错特错。那刚好有会员资格，我们可以延迟退房，所以我们在2点以前一直都在房间睡觉休息。然后退房后，我们换去第2间饭店。那第2晚我们住的是有包含厨房、客厅，有点类似家庭式的 Residence Inn。是万豪的品牌，也是我们目前没有住过的。那房价其实蛮便宜的，而且又有免费的早餐，然后再加上距离西雅图市内的景点也不远，其实还蛮推荐的。它空间很大，很舒服，真的是有机会我还会想要再住看看的。有厨房这点，其实我觉得也还不错。附近其实都有超市，可以简单买点东西啊，想要烧水或者什么也可以。在饭店睡了一个大半天，体力还许可的情况下，我们决定下午先出去走走。下午我们来到了西雅图的太空针塔。我们去太空针塔的时候是买了一个叫做西雅图 C3 城市通行证，这算是 City Pass 的概念。对。然后它是可以眺望整个西雅图市区，景色其实还不错啦，港边也可以看到。然后就在太空针塔的旁边，就是狐狸花园，还有玻璃艺术馆，算是一个比较艺术气息的景点。我们就搭着他们的单轨列车，回到了比较靠市中心的地方。然后这天晚上我们来到的是西雅图的鼎泰丰。不得不说，在世界各地吃到的鼎泰丰都非常的道地的台湾味。蛮有趣的是，我们是坐在一个吧台里面吃小菜。料很大块哦。
那吃完早餐后，因为前一天我们买的西雅图西山城市通行证还有一个景点可以去拜访，所以我们最后就去了港边的西雅图水族馆。我们顺道绕去了派克市场，还有星巴克创始店。想要去一下星巴克创始店的人，真的可以好好利用早上的时段。不过那个时段，派克市场也还没有开始营业。西雅图水族馆应该是一个大人小孩都很适合去的景点。刚好遇到他跟动物森友会有在进行合作，所以整个水族馆内有非常多的动物森友会的看板。すごくない？なんかすね。西雅图的算是最后的时间，还是有在派克市场吃到当地最有名的乔达浓汤。但在开店前半小时就有人在排队。除了一般碗装的乔达浓汤以外，还有用面包装的。是因为它的面包带有一点比较酸的口味在里面。考量到价钱，说不定其实用一般的碗装就 OK 了。虽然说我们在西雅图的时候身体状况都不是非常好，但还是多多少少利用了一些时间在西雅图市区内走走。在西雅图待了短短2天左右的时间之后呢，我们要前往我们这次美加之旅的最后一个城市洛杉矶。所以下一集的影片就是会介绍我们在洛杉矶拜访的一些景点，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住到了一间超级夸张的饭店，请大家敬请期待。请大家敬请期待喽！以上。